2025年了，居然还能有新闻在人做了恶行之后怪到动画头上。最近一个新闻说是有个袭击人的案子，报道是这么写的，说破解了罪犯的平板电脑，发现他还看动漫，玩角色扮演手游。哇哦，酷哦！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能说吗？往这上找原因。以前大家看到这种新闻可能还会义愤填膺，但现在我只觉得想笑。还有点，你都这样了，那我为什么不顺从你呢？很多年以前，日本那边发生过一个案子，叫宫崎勤事件。当时因为这件事情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，日本的御宅族被打上了很低劣的印象标签，整个 ACG 文化圈子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这个事情的影响有多长远呢？宫崎勤事件的发生时间在1988年到1989年之间，而现在的我们回看俺妹的时候，依然能在童奶身上看到当时社会对于宅文化的鄙夷。綾瀬、これを見ろ。どういうつもりですか？ぶち殺しますよ！照俺妹的轻小说发售时间是2008年，整整20年的时间，哪怕在轻小说这种载体里面，这种歧视依然是会被写出来的，甚至被写出来的时候，读者完全不会觉得奇怪，甚至你现在去看这个情节，依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，甚至你现在去看更衣人偶的第一集，海梦大方方的承认自己宅文化上的喜好，反而会得到屏幕外大家的赞赏，而这就是宫崎勤事件最大的影响。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战我魔了。如果你看过我叫 MT， 那你一定听过傻曼在放闪电剑的时候会喊一句杨教授的烈焰红唇。在这个动画诞生之前的几年，正是游戏有害论甚嚣尘上的时间。对于傻曼的闪电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而这个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有多大呢？我在初二的时候，因为闲聊的时候说周末会打游戏，被数学老师要求写一份检讨，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。那2013年左右的事情，我的亲戚现在依然有很大一批人认为游戏会带坏孩子，哪怕他们的孩子已经是20多岁能够正常生活的成年人，但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讲，如果你的孩子周末都在家打游戏，哪怕学坏了，那也比打架斗殴的街溜子强啊。但他们不会这么想，而是觉得孩子不打游戏会比现在更好。作为 ACG 内容的消费者的我们来说，看到这些污名肯定是不接受的，但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事情，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现在的互联网似乎也有类似的事情，一个人有问题，那么这个人所在的群体都有问题，一个人有成就，那么这个人所在的群体同样沾了光。不用我明说，我相信大家心里的答案应该是各不相同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学社会学的。那就说说我怎么看待动画的吧。我一直觉得动画只是一个载体，同样的剧情，动画能演，真人也能拍，奇幻类的无非就是上特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也没有动画就是给小孩子看的说法。我跟家长经常说起的是，三国演义的电视剧是给大人看的话，那当时电视上放的三国演义的动画是给小孩子看的还是给大人看的？同理，西游记也是个例子。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聊这个了，而且动画没了你就不会被说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游戏不过是新来的靶子，游戏没了骂动画，动画没了骂小说，没差别的。到时候都没了，跳房子斗蛐蛐都得被骂。你会发现短视频就很少被骂，因为骂你的人自己也是短视频的受众，利益相关了，属于是。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想法呢？或者你是怎么敷衍家长的呢？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经验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